比特币还会继续下跌吗？中国股市的资金会流入币圈市场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日线图，我们可以发现呢，比特币在突破之后，它的上涨呢是非常非常缓慢而且无力的。我们可以发现啊，它确实从我们上下都有2个接触点的收敛三角突破之后，你说这是一个回踩吗？通常回踩呢，它可以踩到前面一个高点，比如说像前面这种地方那其实我们在突破之后呢，它往上打出新高的距离呢，也是有限的，非常有限。那这种突破，我们就可以把它视为是很无力的突破，甚至我们没办法确认这在一波多头趋势当中，因为如果在多头趋势当中呢，我们一定会看到多头的量能啊有压倒性的胜利。不过我们可以往下来看一下我们就量能部分的话，感觉是平分秋色，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样的量能表现呢，跟在震荡区当中呢，也不会差距到太多。那我们回踩的话呢，你说回踩到前面这个高点，它行不行？不会说不行啊，但是你回踩到这么深的位置呢，其实已经是非常弱势的表现了。那你更不用说，我们自从突破6万之后呢，我们花了多少根 K 线？我们可以稍微算一下，我们大概花了10天的时间才走到6万6，才走到6万6千多。那我们只花了3天的时间呢，我们就跌回6万了。那可见多头的强度呢，并没有在这波趋势当中占到什么优势。我们可以再把这个级别呢再缩小一点点，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这段的下跌之后的反弹吧。我们在上个影片我们有谈到过，其实我们在当前的盘面呢，我们是不存在我们直接开启这种暴力反弹的条件的。毕竟我们在下跌的过程呢，并没有出现很多这种多头踩踏的情况发生。那我们也没有插出很长的下影线。我认为我们当前的反弹呢，绝对在完全合理的范围之内，就是很正常，就在底部这个区间。那如果我们用斐波那契测量的话呢，你可以发现刚好在 0.382。那 0.382 呢，我们把它视为是一个弱势的反弹，或者说一个很正常的反弹可以来到的位置。那除非我们确实把这个位置又在往上给突破掉了，那我们就进入了完全的这种震荡走势其实你说现在是空头嘛，其实也不好说。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我们前面有条趋势线嘛，那我们确实是跌破了。其实很多人思考会很二元化，就比如说我们原本的多头它被跌破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进入到空头呢？其实不一定它有可能是继续走震荡，除非有非常明确的趋势信号，不然其实行情的大部分时间呢，可能有80-90% 的时间都是在走震荡之前有一个针对标普500的统计，大概行情的80多%是在走震荡行情的。那其实真正能产生利润的呢，只有趋势行情。那我们可以观察我们在前期的支撑呢，在现在也被转换成阻力了非常的清晰，大概在6万2的位置，你可以看到那我们现在的反弹呢，其实说实话也不是很强劲如果很强劲的话，那它不需要用那么多根 K 线来走一段那么短的距离它很快就可以重新回去了。那如果说我们有一天呢，我们下跌的中继点它被突破了，那我们就可以宣告这波回调呢是彻底，这波下跌是彻底结束了。那我认为我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你说看到一个新的低点我认为是非常有机会的，就是我们比59800这个位置还要再来的更低，再往下打一段是非常有机会的。因为我们这段反弹呢，它并不是说到非常强。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而且这个活动呢，它也是有时间限制的。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的 WSOT 战队。那当然现在$50的震惊活动已经结束了，因为这个时间有限。不过加入我的战队呢，我们非常有机会拿下名次，因为我们在过去的3年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名列前茅的，都是不是华语区的第1名就是第2名，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的战队。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的走势。以太坊呢，你可以发现其实整段的包括上涨的过程，还有回调的过程呢，以太坊都是很弱势的，非常弱势。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OK， 我们回到日线你可以发现我们比特币在反弹上面呢，我们创出了一个新的高点，我们把前高给破掉了。可是以太坊呢，它却没有，它没有把前高给打破。而且以太坊呢，你可以观察
我们比特币其实离最底部呢，它是有一段距离的。我们最底部就算这个实体部分的位置大概在54000左右。那其实以太坊呢已经来到这样的位置了。其实以太坊我认为已经做了第3次的试探了，针对我们前面的底部做了第3次的试探了。你可以发现，基本上我们这3次所来到的位置呢，已经非常非常相近了，非常非常非常的相近了。所以我认为已经做了第3次的试探了。那整体来说呢，以太坊要比比特币要来的更弱一点了。对，没问题哦。那如果说我们要做多的话，肯定要选择比特币；如果我们要做空的话，肯定是优先选择以太坊。其实，如果我们从周线这种筹码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呢，我认为我们在下方的时间呢，它还是不足的。其实如果我们在上方，它有一个区间，然后并且我们下破了，那我们再重新回到这样的区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受到阻力，这很正常，因为我们上面是有被套牢的筹码。如果说有一些筹码被套牢，那当价格再回去这个筹码区间的时候呢，这些筹码就会抛售，很正常嘛。那如果我们在下方，它有累积足够的时间，然后把上方的筹码给洗掉的话，我们再重新通过过往的筹码区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感觉有阻力，因为原本的筹码呢都在下方被割肉了。那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才会比较迅速，也比较有机会可以在很快速的突破这个区间，开启一波多头趋势。其实我们中间可以画出一个非常显著的界限大概在2900、3000左右。我们在上方呢，你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在上方大概是161天左右，所以我们在下方基本上我们累积相同的时间，累积相同的筹码大约，那我们是比较有机会可以重新开启一波多头一波很顺利的多头那我们可以稍微计算一下161天的时间那大概就是在明年的1月初左右明年的1月初所以这点是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的。所以我认为其实接下来继续走震荡的机会呢，绝对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再来观察，其实最近在金融圈呢，大家一定会注意到中国股市完全是暴涨。自从政策出台之后，所以我们可见其实金融市场它还是跟政策呢是脱离不了关系的。就像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关心 FOMC 会议一样，这个指数呢是上证指数，你可以发现呢，自从政策公布以来呢，就疯狂的暴涨中国大陆政府呢，在近期公布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那这些政策其实都是力度非常非常大。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从日线上呢，已经连续涨了1个礼拜多了，我们光最近几天的涨幅呢，就有来到20-30个百分点，大概25%左右了。25%，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是指数这个不是个股这不是个股，这是指数所以25%绝对是非常非常非常夸张了。那你还可以看到呢，不包括只是上证指数，包括北京指数北证指数、北证50指数也是疯狂的暴涨。那甚至呢，连香港的恒生指数都有这种外溢的效果。最近恒生指数呢也是疯狂的暴涨你可以看到，我们最近恒生指数是上涨的33%、34%，非常夸张。注意，这是指数这是指数相当于比如说美国的标普500，然后台湾的台北指数一样类似这种感觉这种指数可以有这样子的上涨是非常非常夸张的。但我认为中国大陆的资金呢，跟币圈的资金它中间是有一道绝对打不破的墙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中国大陆政府对加密货币的态度还是采取比较严格的态度。那资金呢也会很难从传统金融的法币去流向加密货币市场。像比如说在大陆，你光要出入金，其实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需要透过一些方法手段，很难有这种非常非常大笔的资金源源不断的流入到币圈的市场。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刺激经济带来的这一波资金潮呢，其实跟币圈是相关性很弱的它当然会有很部分的资金流入，但是我相信相关性是很弱的。那比特币呢，跟美国那边的资金其实相关性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强，非常非常的强。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有趣的统计吧，就是有一个有趣的统计，就是我相信各位在过去几天都不断的听到 October， 也就是如果我们根据过往的统计，我们可以发现呢在10月份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上涨的。那就大家就疯狂的渲染这件事情，导致我们在过去的30天就有超过2000则的推文是关于 October 的。那我们都知道嘛，当有一群人的共识很强的时候呢
啊，这个时候行情就会反方向走。我们也是得到验证的，我们在第一天就有这种暴跌。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